我们的心灵很多时候就像一张琴，这张琴的琴弦会被世间的万物轻轻拨动，或许是大自然的一声鸟鸣，或许是一曲动人的旋律，或许是一句令人惊艳的话语。当今社会是一个情话泛滥的时代，过于直白的显得低俗，过于煽情的显得油腻，要恰到好处就需要在语言文学上下点功夫了。而中国古典诗词语言的简练和用词的讲究，总是给人一种美轮美奂、回味无穷的感觉。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国君，他写给妻子的一句话只有9个字，却被传为名句，流传千古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吴越王钱镠的原配夫人吴氏是乡里出了名的贤淑之女。吴氏年轻时初与钱镠结亲，吴家均不看好，认为钱镠不是产业，但吴氏的伯父会看相，觉得钱镠非等闲之辈，极力促成了这桩婚事。成亲之后，吴氏闺门整肃，孝敬尽礼，她跟随丈夫南征北战了半辈子，最终成为了尊贵的一国之母。十国春秋记载，夫人常游奉国寺，王命在冕百间，以备散失。夫人曰：妾备当积助之劳，辍以有赏糜费，非恤民之道，遂不受而罢。得如此贤妻，怎能不爱？史书还记载，两人有13个儿子，足以可见两人感情之深。吴氏不但贤淑，而且深明孝义。每年的寒食节，她必回临安娘家，陪伴与侍奉双亲。回娘家要翻过一座岭，悬崖溪流相间，钱镠怕王妃不安全，就专门派人去铺石修路，加设栏杆。后来这座山岭就改名为栏杆岭。钱镠虽然妻妾众多，但他最惦念吴氏这个糟糠夫人。吴氏回家住得久了，钱镠便带信给他。那一年春天，吴妃又去了临安。有一天，钱镠在杭州料理完正事，他信步走出宫门，却见凤凰山脚下西湖堤岸莺歌燕舞，桃红柳绿，想起吴夫人已离开多日，钱镠不免生出了浓浓思念之情。回到宫中，钱镠便提笔为夫人写了一封信。信中内容虽然不长，但其中的一句话，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深。最深情的思念莫过于此。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，意思是田间陌上的花开了，你可以一边赏花，一边慢慢回来。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句子时，我被刹那间震撼，不知世界上有如此温柔的情话。我不禁被这句话的美好意境和其中蕴含的款款深情所打动。陌上花开给人无限的遐想，在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，蝴蝶翩翩起舞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路过，不禁被深深的吸引，在花丛之中流连忘返。此时远处马蹄声传来，女子接过书信，是丈夫告诉她不要着急，可以在路上慢慢欣赏。一句可缓缓归矣，既表述了对妻子的思念，又传达了对妻子的爱护，溺爱之中又透露着些许催促，可谓是一语双关，而前后又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。想必女子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，
一定是满怀欣慰和感动，或许会有一行幸福和甜蜜的清泪，如霞的脸颊也泛起2朵桃花，犹如彼时陌上正盛开的花朵。其实写出如此柔情诗意句子的吴越王钱镠，并不是饱读诗书的文人骚客，而出身低贱，是一介武夫。只有真情的流露，才能如此的妙笔生花。正如有人说，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可以是一位诗人。钱镠于唐朝末年出生在浙江临安的一户普通农家，传说他出生时突现红光，且相貌奇丑，父亲想要把他丢到井里，被祖母拦下，性命得以保全，因此钱镠的小名为婆镠。钱镠自幼不喜诗文，偏好习武，16岁开始贩卖私盐，练就了体魄和胆识。21岁参军入伍，屡屡平定叛乱，立下战功，被地方军阀董昌赏识提拔。后来董昌反唐称帝，钱镠多次劝谏未果，他最终平定叛乱，捉拿董昌，被唐朝封王。从此钱镠在浙江一带的吴越国基本确立。钱镠从此停止了大规模征讨，开始了保境安民、休养生息的政策。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割据时代，从唐朝末年到宋朝统一的80多年里，中原先后出现了5个朝代，各地方先后出现了几十个小国家，全国各地战乱不断。但钱镠在两浙建立的吴越国只称王不称帝，一直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，不争名夺利，不好大喜功，是一位务实的君主。他对外各方交好，对内勤政爱民。江浙一带历来水患成灾，他曾发动20万民众建设钱塘江堤，疏通湖泊，造福当代，功传后世，被老百姓尊称为海龙王。钱镠在位41年，享年81岁。钱镠之后，吴越国又传了4位君王，都延续了钱镠的保境安民政策，一直到宋朝天下大定之后，吴越国最后一位国君钱俶献土于宋，和平统一。吴越国是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延续最久的一个国家，从钱镠开始建立的疆域一均13州，一直都没有发生变化。可以说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战乱纷争年代的一方乐土。一代君王，一句情话，一方乐土。